今天我要用南瓜和青江菜做一道家常菜料理，就是南瓜菜粿。南瓜菜粿不管在马来西亚还是台湾都吃得到。记得以前小时候，我妈很常做南瓜菜粿给我们吃。她很喜欢做糕点，像是洗板啊、馒头啊、龟果啊、太阳饼等等。我的 IG 不定时会分享她做的糕点，记得追踪我的 IG 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rsty Wong TV， 我是 Kirsty 爸啦妈。我是小圆宝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南瓜和青江菜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拜拜。准备4颗青江菜，把青江菜的根部切掉。把青江菜拿去清洗，青江菜洗干净了，现在切碎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青江菜放入盆中，1小匙的盐巴，把它抓腌均匀，让青江菜杀青。可以了，准备半颗南瓜，把南瓜削皮，用汤匙把南瓜的种子去掉，把南瓜的蒂头切掉，这里切片。把南瓜放入盘中，摆整齐，准备拿去蒸。取一个电锅，外锅放1杯水，把南瓜放进来蒸。按下电源，准备2朵香菇，用热水泡软。准备半碗的大豆酥肉末，用热水泡软。准备半条的西洋芹，把西洋芹的粗纤维削掉，把西洋芹的根部切掉，把西洋芹切一半，把西洋芹切条状，把西洋芹切小丁，把西洋芹放入盘中。准备半条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，把削好皮的红萝卜切下来，把红萝卜切片，把红萝卜切丝，把红萝卜放入盘中。大豆酥肉末泡软了，把水分挤干。你们看这个水黄黄的，都是豆腥味，所以这里挤干的部分要再清洗2遍。这里拿去清洗2遍，再挤干水分就可以了。香菇泡软了，挤干水分，把香菇切细。把香菇放入盘中，准备1片豆包，剥成小块的，把豆包放入盘中。青江菜腌出水分了，把青江菜的水分挤干。锅内放入少许油，放入香菇，把香菇炒香。闻到香菇的香气了，可以关火，先把香菇取出来。接下来放入豆包，开中小火，把豆包炒至焦香。大约略炒一下，放入姜黄粉，放入1/8茶匙的姜黄粉，快速的拌炒，
炒至豆包微焦了，先取出来。锅内再放入适量的油，油热了，放入红萝卜，把红萝卜炒软。红萝卜稍微变软了，放入大豆酥肉末、西洋芹，快速翻炒。炒至大豆酥肉末表面有点微焦了，现在放入香菇、豆包、青江菜，快速的拌炒。拌炒均匀了，可以转小火调味。放入1汤匙的酱油，从锅边呛入。五香粉半茶匙，白胡椒粉半茶匙，1/4茶匙的2砂糖，快速的拌炒均匀。这时候可以加一点水，快速拌炒，炒至所有味道都融合在一起了，可以关火起锅。南瓜蒸好了，把南瓜取出来，把南瓜的水倒出来一些。这次的南瓜水分没有很多，把南瓜压成泥，已经压成泥了，可以了。准备30克的淀粉，淀粉就是小麦淀粉，放入热水，把它拌匀。这时候很烫，用手稍微轻轻碰一下，不然会烫手。大概放1:1的水，像这样子，一面用筷子拨，一面用手压，把它揉成团，这样子手比较不会那么烫。现在这个淀粉团已经揉成团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准备250克的糯米粉，把南瓜泥分次放进来，因为每一次南瓜的水分不一样，所以我先放一半，看湿度再继续加。另一半也可以放进来。这里南瓜的分量是350克，用刮刀这样子把南瓜泥和糯米粉混合均匀。混合到现在，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成团了。这时候可以用手搓揉，用手下去搓搓看，看看是不是需要加水。把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搓揉成团了。现在把淀粉团放进来，一起混合均匀。淀粉团和糯米粉团都揉匀了，现在放油，放1汤匙的油，继续搓揉。让油吸收进面团里面，油都吸收进去面团里面了，可以了。在细胶垫上撒上一些糯米粉，把刚刚的面团搓成长形，让头尾都一样的宽度，抓抓看。把面团分成等份的大小，取一个面团，手上可以沾点水，搓成圆形，压扁，周围用指腹压扁。慢慢的压扁成一个比较大的面皮，
手沾点水，可以把裂痕修复一下，周围可以压扁点。像这样的大小可以了，挖1匙馅料放进来，在中间的封口处捏紧，像这样子完成。准备一个蒸笼，底部铺上粽叶。我是因为家里有粽叶，所以就铺上粽叶，或是可以铺上红贝子，或是无花果的叶子，或是桑葚的叶子都可以。在粽叶上抹上油。马来西亚的朋友也可以剪香蕉叶来铺，也是可以的。都涂上油了，现在把菜桂放进来。把南瓜菜桂放进蒸笼里，我做了8个，准备拿去蒸。锅内倒入水，盖上盖子，转大火煮滚。水已经滚了，把南瓜菜桂放上来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0分钟。已经10分钟了，把南瓜菜桂取出来。南瓜菜桂的外皮有浓浓的南瓜香味，软糯好吃，馅料咸香美味。大家有空可以试做看看。娘家妈妈的糕点可以在马六甲面交，订购资讯我放在影片下说明栏。欢迎免费订阅我的做菜组频道以及我的日常生活副频道，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